此刻，在某个平行宇宙，是不是有另一个你？他没有躺在床上，左脚搭右脚刷抖音，而是坐着自己的宇宙飞船，正遨游星空。这就是现代科学最前沿的领域——平行宇宙。今晚，让我的声音陪你入眠，一起踏上这场关于平行宇宙的探索之旅。要理解平行宇宙，我们首先要从一只著名的哈基米开始，它就是薛定谔的那只猫。薛定谔通过这个实验，想说明量子力学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在量子世界里，粒子可以同时处于多种状态。物理学家用一个叫波函数的数学工具来描述这种状态。在测量之前，一个电子可以同时自旋向上和自旋向下。它不是不知道自己处于哪种状态，而是真的同时处于两种状态。薛定谔用他的猫来质疑这个说法。如果连一只猫都能同时是活的又是死的，那不是太荒谬了吗？为了解释量子世界的这种奇怪行为，物理学家们提出了不同的诠释。每一种诠释都试图回答一个根本问题：当我们测量量子系统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哥本哈根诠释认为，在测量之前，量子系统处于叠加态，测量会坍缩波函数，使系统进入一个确定的状态。薛定谔的猫在打开盒子之前，既是活的，也是死的。打开盒子的一瞬间，波函数坍缩，我们才看到确定的猫。多世界诠释则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他认为，测量并不会导致波函数坍缩，取而代之的是，宇宙在每一次测量时都会分裂。在某个世界里，猫活着；在另一个世界里，猫死了。这两个世界都是真实的，它们只是分叉了，各自独立地演化下去。这就是多世界诠释的核心思想。它意味着，每当我们做出一个量子层面的选择，宇宙就会分裂成多个版本。在某些版本中，你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在某些版本中，你从未出生；在某些版本中，历史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想象一下，如果这是真的，那意味着什么？此刻正在听这段声音的你，也许在另一个宇宙中，有一个你正在做着你从未想过的事情。他也许是医生，也许是艺术家，也许从未离开过出生的城市，也许已经飞向了遥远的星系。这不是幻想，而是量子力学方程式的直接推论。现在，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为什么物理学家会提出这样一个疯狂的理论。为了理解平行宇宙，我们首先需要理解量子力学的核心原理。不要担心，我会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在宏观世界，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世界，物体遵循着我们可以理解的规律。一颗足球在空中飞行，它有一个确定的位置和速度，我们可以准确预测它会落在哪里。但在微观世界，也就是原子和亚原子粒子的世界，事情变得完全不同。想象你有一枚硬币，你把它抛向空中，硬币落地时，要么正面朝上，要么反面朝上。在宏观世界，硬币的状态是确定的，但在量子世界，事情变得更加诡异。在量子世界里，这枚硬币在落地之前，
既不是正面，也不是反面，它同时处于正面和反面的状态。它像是被一种概率的迷雾笼罩着，直到你去看它的那一刻，它才决定自己的状态。这听起来很奇怪，但无数的实验已经证实，这确实是微观世界的运作方式。著名的双缝实验完美地展示了这种量子悖论。当我们发射单个电子穿过2条缝隙时，它会同时通过2条缝隙并产生干涉图样，就好像它同时是波和粒子。当物理学家尝试在缝隙处观察电子时，干涉图样消失了，电子的行为变得像普通的粒子，只通过1条缝隙。这种观察改变现实的现象被称为测量问题，它触及了量子力学最深处的哲学困惑。在传统的哥本哈根诠释中，测量行为会导致波函数坍缩，但在多世界诠释中不存在坍缩。相反，每一次测量都会使宇宙分裂，观察者本身也会被卷入这个分裂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多世界诠释如此令人着迷，也如此令人不安。它意味着宇宙中每一个可能的量子事件都会在某个地方真实发生。如果我们把这个想法推向极限，你会发现一个令人眩晕的结论：在某个遥远的地方，有无数个版本的你在做着所有可能的决策。在某个宇宙中，你选择了那份稳定的工作；在另一个宇宙中，你勇敢地追逐了梦想；在某个宇宙中，你从未离开家乡；在另一个宇宙中，你正在遥远的星球上仰望异乡的星空。这些版本的你都是真实的，都有着完整的生命体验，都在经历着属于他们的喜怒哀乐。为什么我们从未见过这些另一个自己？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如果真的存在无数个平行宇宙，其中一些甚至与我们的宇宙几乎完全相同，那里也有地球，有城市，有你认识的人，那为什么我们从未见过那个版本的自己？这个问题触及了多世界诠释的核心困难，让我们一起来探索几种可能的答案。第一种解释是，平行宇宙确实存在，但它们与我们完全隔离。想象一下，宇宙可能就像一片无边无际的海洋，而平行宇宙就是漂浮在这片海洋中的无数气泡，每个气泡都是一个完整的宇宙，有着自己的空间和时间。它们可能非常接近，却永远无法接触，因为它们处于不同的维度或分支中。在这种途径下，我们就像是被困在一个气泡里的鱼，只能看到气泡内的世界。我们永远无法游出气泡，也无法看到其他气泡里有什么。为什么无法接触？因为宇宙分裂的方式并不是在空间中创造出新的地方，而是创造出一系列无法相互作用的分支。就像一条河流分成无数条支流后，鱼无法从一条支流游到另一条支流。第二种解释来自量子力学的另一种诠释——退相干理论。这个理论认为，我们无法看到平行宇宙，不是因为它们不存在，而是因为它们与我们的宇宙退相干了。什么是退相干？在量子力学中，叠加态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粒子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关联，被称为相干性。但当量子系统与外界环境相互作用时，这种相干性会被泄露出去，扩散到环境中。
当你去观察一个电子时，你的身体、周围的空气，甚至光线都参与了这个过程。所有这些粒子都在与你和电子相互作用，导致叠加态迅速消失，电子的行为变得像普通粒子，你看到的只是一个确定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叠加态并没有消失，它只是转移到了更大的系统中。但对于观察者来说，我们只能感知到确定的现实。从这个角度看，平行宇宙并非不存在，它们只是隐藏了。每一个可能的量子结果都在某个地方发生，但我们只能体验到其中一个。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未见过另一个自己，不是因为它们不存在，而是因为我们被锁定在了这个特定的分支中。第三种解释更加精妙，也许另一个自己确实存在，但我们无法与之交流，因为我们本身就是那个分裂的结果。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你正在听这段声音，在无数个平行宇宙中，有无数个版本的你在听这段声音。在某些宇宙中，你选择现在听；在另一些宇宙中，你选择明天听。但你意识到的那个你，只是所有这些可能性中的一个。你无法访问其他版本，因为你本身就是那个选择的产物。你的意识被锁定在你所在的这条时间线上，就像电影无法进入银幕外的世界。这种解释意味着，另一个你并不比你更真实或更不真实，他们都在各自的宇宙中体验着属于他们的生活。也许在某个时刻，你也曾是另一种可能，但那个可能性现在已经与你分叉，成为了另一个宇宙中的现实。现在，让我们更深入地探索平行宇宙的几种不同类型。你会发现，这个概念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得多。物理学家和宇宙学家已经发展出多种不同的平行宇宙理论，每一个理论都基于不同的物理原理，描述着不同类型的平行宇宙。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些令人惊叹的可能性。第一种类型被称为量子力学的多世界诠释，这正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在这个图景中，每一次量子测量都导致宇宙分裂。宇宙分裂的频率如此之高，以至于在短短的1秒钟内，宇宙可能分裂出无数个分支。支持这个理论的物理学家认为，波函数从未真正坍缩。我们所看到的坍缩，只是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分裂后的产物。每一个可能的结果都在某个宇宙中真实发生。著名物理学家休·埃弗雷特在1957年提出了这个理论。虽然当时这个想法被认为是激进的，但现在它已经成为了量子力学诠释的主要竞争者之一。第二种类型的平行宇宙来自弦理论和大统一理论。在弦理论中，我们宇宙的基本组成单位不是点状的粒子，而是一维的弦。这些弦可以在多达11个维度中振动。问题是，我们日常经验中只有4个维度、3个空间维度和1个时间维度，其余的维度被紧致化了，它们卷曲在极小的尺度上，我们无法直接感知。但弦理论预测可能存在无数种方式来紧致化这些额外的维度。每一种不同的紧致化方式都会产生一个具有不同物理定律的宇宙。在 M 理论中，
宇宙可能是一层漂浮在11维空间中的膜，我们的宇宙就是这样一层膜，而其他宇宙可能就漂浮在邻近的地方。这些邻居宇宙可能有自己的物理定律，自己的物质和能量，它们可能正在远离我们，也可能正在靠近我们。唯一确定的是，我们目前无法直接观测它们。第3种类型的平行宇宙来自宇宙学暴胀理论。在宇宙大爆炸之后，宇宙经历了一段被称为暴胀的急速扩张时期。这段时期极其短暂，可能只有1万亿分之1秒，但宇宙的尺度却膨胀了无数倍。暴胀理论预测，这种暴胀可能在我们可观测的宇宙之外持续发生。在暴胀的某些区域，暴胀停止了，物质开始凝聚，形成了新的口袋宇宙。我们所在的这个宇宙可能就是无数个这样的口袋宇宙之一。在其他地方，暴胀可能仍在继续，创造出更多的新宇宙。在这个途径中，宇宙是无限的，而每个口袋宇宙都有自己独特的初始条件。某些宇宙可能与我们的宇宙相似，某些则可能完全不同。有趣的是，物理学家计算出，在所有的口袋宇宙中，由于量子涨落的随机性，总会有一些宇宙与你所在的世界完全相同。在足够大的尺度上，重复是不可避免的。这意味着，在某个遥远的地方，确实可能存在一个你，正在读着这句话的另一个版本，但这需要跨越的距离是如此之远，以至于在物理上我们永远无法到达那里。第4种类型的平行宇宙来自数学宇宙假说。这个理论由物理学家马克思·泰格马克提出。他提出一个大胆的猜想：所有的数学结构都是真实存在的。换句话说，不仅我们宇宙的数学描述是真实的，每一个可能的数学结构都描述着一个真实的宇宙。在这个途径中，平行宇宙不是物理学的例外，而是必然。每一种可能的数学方程，每一种可能的逻辑系统，都对应着一个存在的宇宙。这意味着，你不仅存在于物理上可能的宇宙中，也存在于数学上可能的宇宙中。那些宇宙可能有着完全不同的物理定律，不同的基本常数，甚至不同的逻辑结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理论将柏拉图的数学王国变成了物理现实。第5种类型的平行宇宙涉及更深的哲学问题。我们可能生活在一个模拟宇宙中。这个想法认为，我们所体验的现实可能是一个极其先进的计算机程序，就像电子游戏中的角色无法意识到自己只是程序一样，我们也可能无法意识到自己只是模拟中的存在。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创造这个模拟的文明可能运行着无数个模拟，在每一个模拟中都有居民认为自己是真实的。这意味着，如果你接受模拟假说，那么你更可能是一个模拟中的存在，而不是一个真实的生命。因为在所有可能的模拟存在中，你是其中之一。在所有可能的真实生命中，你只是其中之一。这个想法令人不安，但它并不是伪科学。一些严肃的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已经认真地探讨了模拟假说的可能性。现在你已经了解了平行宇宙的几种主要类型。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
如果平行宇宙真的存在，我们为什么从未见过它？答案可能在于理解存在的本质。要真正理解平行宇宙，我们还需要深入探索量子力学的奥秘。这段旅程可能会挑战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但它也会让你对这个宇宙的神奇有更深的领悟。量子力学是描述微观世界的物理理论，它与我们日常经验的世界有着根本的不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习惯于确定性的世界观，一块石头要么在左边，要么在右边，一盏灯要么开着，要么关着。但在量子世界中，事物可以同时处于多种状态，直到被观察。这种叠加态是量子力学最神奇的特征之一。想象一个电子，它的自旋可以向上或向下，但在测量之前，它同时处于向上和向下的叠加态。这不是一种统计学上的描述，而是一种字面意义上的同时存在。物理学家用波函数来描述这种状态。波函数不是描述电子知道或不知道自己处于什么状态，而是描述电子实际上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当你测量电子时，波函数会坍缩，电子会随机选择一个确定的状态，但这种坍缩是真实发生的物理过程，还是我们理解上的虚构？这就是那个困扰物理学家数十年的问题。多世界诠释给出了另一种答案：波函数永远不会坍缩，相反，每一种可能的结果都在不同的宇宙分支中实现。当你测量一个电子的自旋时，宇宙分裂成两个分支，在一个分支中，电子自旋向上；在另一个分支中，电子自旋向下。在两个分支中，都有观察者观察到确定的结果，两个观察者都认为自己的结果是真实的，而不知道另一个分支的存在。这个理论的美妙之处在于，它不需要任何人为的坍缩机制。量子力学的方程式完整地描述了一切，不需要额外的假设，但它的代价是，我们必须接受所有可能的结果都是真实发生的。这意味着存在无数个版本的宇宙，每一个都真实存在。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更宏观的尺度。如果量子力学的规则适用于一切，那么它也应该适用于我们自己的身体和大脑。这引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如果量子力学支配着宇宙中的一切，那么选择到底意味着什么？当你面临一个决定时，比如今天午餐吃什么，你的大脑做出这个决定的过程涉及大量的量子事件。神经元之间的信号传递涉及离子的流动，而这些离子的行为受到量子力学的支配。如果量子力学允许叠加态，那么理论上，你做出吃面这个决定和吃米饭这个决定，可能同时在不同的宇宙分支中发生。这并不意味着命运是随机的，它只是意味着，在某个宇宙中，你确实是那个做出某种选择的你，而在另一个宇宙中，有一个你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也许你现在正在听的这段声音，在另一个宇宙中，你选择了听另一段内容。在那个宇宙中，今天的你会度过一个完全不同的夜晚。这种思考可能会让人感到眩晕，但物理学家正在认真对待这些可能性。量子力学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它是目前最成功的物理理论之一。它准确地预测了无数的实验结果，
支撑着从智能手机到核电站的现代技术。多世界诠释是理解量子力学的一种方式，虽然它不是唯一的方式，但它直接导出了平行宇宙的概念。现在，让我们思考一个更加深刻的问题：如果平行宇宙真的存在，这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意味着什么？我们已经探讨了平行宇宙的理论基础，但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需要面对。如果真的存在无数个宇宙，每一个宇宙中都有不同版本的我，那么我是谁？我的存在有什么意义？这是一个哲学问题，但它与物理学有着深刻的联系。在多世界诠释中，每一个版本的你都是真实存在的，它们不是你的复制品，不是你的替身，而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意识，他们自己的体验，他们自己的故事。从这个角度看，你不是一个固定的身份，而是一种模式，一种在无数宇宙中不断重复出现的存在方式。在某个宇宙中，童年的你因为一次意外而改变了一生。在另一个宇宙中，同样的事件没有发生。在某个宇宙中，你遇到了改变你命运的人。在另一个宇宙中，你们擦肩而过。每一个版本的你都完整地存在着，都有着属于他们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这是否意味着所有的选择都变得无关紧要了？因为无论你怎么选，在某个宇宙中都会有一个你做出另一种选择。但事实并非如此，即使在其他宇宙中存在其他版本的你，你仍然只存在于这个特定的宇宙分支中。你的决定对你在这个宇宙中的生活仍然至关重要，因为在这个分支中，没有另一个你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你可以这样理解，其他宇宙中的你的存在并不减少你这个选择的分量。你的每一个决定仍然塑造着你的人生，因为对于这个宇宙中的你来说，只有一种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这就是存在的悖论。从外部看，无数个你都真实存在，但从内部看，你只能体验到一种可能性。这种悖论在日常生活中其实也有类似的表现。比如，你可能在某个时刻后悔自己过去做出的某个决定，但从另一个角度看，那个决定也是你生命故事的一部分。没有那个决定，就没有今天的你。也许在另一个宇宙中，你做出了不同的选择，那里有一个你，经历了不同的生活，有着不同的遗憾和满足，但那个你不是你，你仍然存在于这个宇宙中，你仍然是你。这种思考方式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面对生活中的选择。每一个选择都是重要的，因为它是你的选择。即使在某个地方，另一个你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这并不减少你这个选择的价值。你的生活是你自己的，无论有多少个平行宇宙，你仍然是你这个宇宙中独一无二的存在。现在，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探讨为什么我们从未见过另一个自己。如果你遇到另一个你，那个人必须与你足够相似，却又与你有所不同。但更重要的是，你们必须能够相互作用，能够感知到彼此的存在。在多世界诠释中，分裂后的宇宙分支变得彼此独立，这意味着即使另一个版本的你确实存在，你们也处于不同的分支中，
无法相互感知。这种隔离不是因为距离，不是因为另一个宇宙在很远的地方，恰恰相反，另一个宇宙可能在空间上与你完全重叠，但它处于不同的分支或层面上。就像你可以想象，无数个透明的画叠加在一起，每一幅画都包含着不同的场景，但你一次只能看到一幅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未见过另一个自己。我们被困在一个特定的分支中，无法跳出这个分支，去观察其他的可能性。另一个解释涉及量子纠缠的概念。量子纠缠是一种奇特的量子现象，两个粒子可以处于某种特殊的状态，使得对其中一个粒子的测量会立即影响另一个粒子的状态，无论它们相距多远。爱因斯坦曾称这种现象为鬼魅般的超距作用，因为它似乎违反了光速限制。但量子纠缠并不允许我们传递信息或看到其他宇宙，它只是表明，在量子世界中，相隔遥远的粒子可以保持一种特殊的联系。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与所有其他版本的我们都是纠缠在一起的，但这种纠缠不会让我们看到其他的可能性。还有一种更加诗意的解释，也许我们一直在看到另一个自己，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每天晚上，当你入睡并进入梦境时，你的意识可能会经历各种奇怪的情景。在梦中，你可能遇到过自己或类似的存在。梦是否可能是某种形式的平行宇宙体验？当然，这更可能是心理学的问题，而不是物理学的问题。但它提醒我们，现实的边界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模糊。现在让我们思考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如果多世界诠释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对现实的理解需要做出怎样的改变？在原始的薛定谔猫实验中，一只猫被关在一个密闭的盒子里，与一个量子装置相连。这个装置有50%的概率触发毒气释放机制，导致猫的死亡。根据量子力学的标准诠释，在打开盒子之前，猫处于一种又死又活的叠加态。这听起来很荒谬，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从未见过这样的状态。但这里的关键在于，量子力学的规则适用于微观世界，而不是宏观世界。当量子效应涉及像猫这样的大型物体时，它们会迅速消散。这种消散过程被称为退相干。退相干是由于量子系统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导致的。当量子系统的叠加态与大量的环境粒子相互作用时，叠加态会泄露到环境中，变得不可逆。对于一只猫来说，它由数以万亿计的原子组成，这些原子不断与周围的空气、分子、光子碰撞，每一次碰撞都会破坏量子叠加态。因此，即使在打开盒子之前，猫的又死又活状态也会在极短的时间内退向，干到一个确定的状态，要么是死的，要么是活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不到量子叠加态的原因。宏观物体的量子效应被周围环境迅速抹去了，但在多世界诠释中，退相干并不消除叠加态，而是将其分配到不同的分支中。在打开盒子的那一刻，宇宙分裂成2个分支，在一个分支中，猫是活的，在另一个分支中，
猫是死的，两个分支都是真实的，两个版本的你都看到了确定的猫。如果你打开盒子发现猫是活的，你可能会认为波函数坍缩到了活这个状态，但在多世界诠释中，你只是进入了猫还活着的那个分支，而没有进入另一个分支。这就是为什么多世界诠释如此令人着迷，它不需要神秘的坍缩，只需要量子力学方程式的自然演化。但它带来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理解观察？观察者在分裂中扮演什么角色？在多世界诠释中，观察者本身也是量子系统。当观察者测量一个量子系统时，观察者和系统一起分裂。观察者在每个分支中只看到一种结果，但整个分裂的过程是客观存在的。这意味着，每一个你在每一个分支中都认为自己是唯一的观察者，都认为自己的观察结果是确定无疑的。这种图景让人想起佛教中一花一世界的说法，每一朵花都包含着自己的宇宙，而每一个观察者都生活在自己的宇宙中。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宇宙的宏观结构，看看平行宇宙是否与宇宙的整体图景相协调。我们的宇宙有多大？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但现代宇宙学给出了一些令人惊叹的答案。可观测的宇宙直径约930亿光年，其中包含约2000亿个星系，但这只是我们能够看到的部分。那些光有足够时间到达我们的区域，真正的宇宙可能要大得多，甚至可能是无限的。如果宇宙是无限的，那么即使在有限的区域内，物质排列的方式也是有限的。在无限的空间中，物质排列的方式会重复，这意味着在足够远的地方会存在一个与我们的银河系完全相同的星系，其中有一颗与我们的太阳完全相同的恒星，绕着一颗与我们的地球完全相同的行星运转。在这颗行星上，有一个人与你完全相同，有着完全相同的经历和记忆。这个想法让人感到既兴奋又不安。兴奋的是，我们并不孤独；不安的是，你的身份变得模糊了。但即使这样的区域存在，它也距离我们极其遥远。计算表明，要找到与你完全相同的版本，你需要穿越的距离将以米为单位，但这个数字有着上百个零，这是一个无法想象的距离，比我们可观测宇宙的尺度还要大得多。在这个距离之外，你可能永远不会遇到另一个自己，但这并不意味着另一个你不存在，他们只是与你隔着无法逾越的距离。这种图景是否让你感到渺小？也许，但同时，它也提醒我们存在的珍贵。在这个无边无际的宇宙中，此刻的你存在于这个特定的时刻和地点，听着这段声音，这是无数可能性中的一个，而你是这个可能性的体验者。无论有多少个其他版本的你存在，此刻的你仍然是唯一的。这个你有着独特的经历、独特的感受、独特的思想。也许这就是存在最深刻的意义，不是我是否存在，而是我如何存在。现在，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如果平行宇宙真的存在，为什么我们从未见过另一个自己？在多世界诠释中，我们从未见过另一个自己，因为我们是分裂过程的一部分。
我们被困在自己的分支中，无法跳出这个分支去观察其他的可能性。这是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隔离，而非空间或时间上的隔离。另一个版本的你可能就在这里，但处于一个我们无法触及的维度或分支上。在暴胀宇宙学中，平行宇宙可能存在于暴胀场的其他区域，这些区域与我们的宇宙区域完全隔离，即使它们在空间上相邻。在弦理论中，其他宇宙可能位于额外的维度中，我们无法直接感知它们的存在。无论哪种情况，核心的要点是，如果平行宇宙存在，它们与我们的宇宙之间的联系必须足够弱，以至于无法传递信息或能量。如果联系足够强，它们就会成为同一个宇宙的一部分。这意味着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看到另一个宇宙，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研究它们。物理学家正在尝试各种方法来探测平行宇宙的迹象。也许有一天，我们会找到它们存在的证据，但在那之前，我们只能通过数学和逻辑来探索它们的可能性。也许你会想，如果每一种选择都在某个地方真实发生，那么我的选择还有意义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让我们仔细思考这个问题。首先，即使在多个宇宙中都有不同的你做出不同的选择，你仍然只存在于这个特定的宇宙分支中。你的选择对你在这个宇宙中的生活仍然至关重要，因为在这个分支中，只有这一种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其次，做出选择本身就是一种存在的方式。无论有多少个其他版本的你，每一个你的决定都是他们自己做出的。那些决定对他们来说都是真实的、有意义的。你可以这样理解，即使在某个地方有一个你选择了不同的道路，这并不减少你选择的价值。你的选择是你自己的，是你作为这个宇宙中的存在所做的决定。第三，也许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也许重要的不是有多少个我，而是这个我如何生活。在所有可能存在的宇宙中，能够有意识地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种奇迹。无论你是多少个版本中的一个，此刻的你正在思考，正在感受，正在体验。这种体验是独特的，是属于你的。也许我们可以把平行宇宙的存在看作是一种提醒，生命的可能性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得多。无论我们做出什么选择，那个选择都是我们人生故事的一部分，都塑造着我们是谁。这不是宿命论，也不是虚无主义，这是一种对存在的深刻认识。你可以选择勇敢地追逐梦想，也可以选择平静的生活。无论你做出什么选择，在某个地方有一个你在经历着不同的生活，有着不同的故事。但在这个宇宙中的你仍然是你，你的选择仍然属于你，你的人生仍然由你来书写。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更广阔的未来，科学会带我们去向何方？平行宇宙和多世界诠释不仅仅是哲学思考的对象，也是严肃科学研究的前沿领域。物理学家正在尝试通过多种方法来验证或排除这些理论。
一个重要的方向是寻找量子力学与引力理论的统一。量子力学描述微观世界，引力理论描述宏观宇宙，但这两个理论目前还无法完全兼容。弦理论和圈量子引力等理论正在尝试解决这个难题。如果这些理论是正确的，它们可能会为平行宇宙提供更多的支持。另一个方向是观测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大爆炸留下的余热。在某些模型中，如果我们的宇宙曾经与其他宇宙碰撞过，可能会在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中留下痕迹。虽然目前还没有发现这样的痕迹，但科学家们仍在继续寻找。还有一些理论家认为，我们可能能够通过间接的方式看到平行宇宙。比如，如果其他宇宙中的引力可以渗透到我们的宇宙中，我们也许能够通过引力效应来检测它们的存在。这些研究虽然还很初步，但它们表明，平行宇宙已经从纯粹的哲学思辨进入了科学的视野。也许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接受这个想法。无论存在多少个版本的你，此刻的你是唯一真正属于你的存在。你的思想是你的，你的感受是你的，你的选择是你的。无论在多少个宇宙中有多少个你，此刻的你正在这里，正在此刻，正在阅读或聆听这些文字。这种存在的独特性是无法被复制的。你可以把这看作是一种珍贵的礼物。每一个时刻的你都是独一无二的，即使在某个地方有另一个你存在，他们也无法替代此刻的你。也许这就是平行宇宙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存在的可能性是无限的，但我们只能在当下活着。你可以对未来充满好奇，想象着在某个宇宙中你正在做什么，但你同时也可以专注于此刻，因为只有这个时刻才是你可以真正体验的。晚安。